证明。边细雨起落，针指相逢中许颂，手握刀锋，入怀中，破晓把夜色刺痛。酒碗都还是满的，看来还没进行到这一步。你熬过了鞭刑和夹棍，但这只是开始。我手中这把剃刀，刀片刃而锋利，是宫门锻造暗器的工艺锻造而出。此刀名为铲剃，能将每一块肉都剃得薄如蝉翼。光是一条腿，就能剃足1天1夜，令人生不如死。还有这个面具，这么漂亮的脸，可惜了。还有这一碗碗酒，刚才的剃刀和面具，在原址弟弟的毒酒面前，倒不值一提。所以，你打算招认吗？相信我，你扛不住的。只要你肯说实话，我保你不受苦。你能不能保我不死？我保你不受苦。我若说了，公子会信吗？你说你的，我自会判断。我不是无房刺客，更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无名。但我确实不是上官家女儿。那你是谁？孤山派一国，我进入宫门，只为自保。孤山派。是，
疾风派的卓梅跟我小叔叔相爱，遭到疾风派的首领提出了强烈反对。为了逼孤山派教书教书，当时已经投靠吴峰的店主，带着吴峰的刺客，将孤山派一举灭门。孤山派满门尽灭，未曾听说留有后人。我爹把我藏在密道里，我才侥幸活了下来。后来我四处流浪，无家可归，幸得被上官家所救，将我抚养成人。上官家不愿让女儿嫁入宫门，为了报答他们的抚养之恩，也为了我自己，所以我才冒充上官谦替他出家。我立下誓言，我一定要为我父亲以及族人复仇。那年上元节，我遇到了歹徒，是你救了我，所以我才萌生了进入宫门寻找依靠的计划。只有借助宫门的力量，我才有可能报仇雪恨。那这和你去刺杀公子羽有何关系？公子羽，我的目标是武器。为何？因为那日听到你说怀疑我既是无名，而每一个无锋的人都是我的仇人。我去雨宫，看见武姬在公子羽的房间，我便在窗后偷偷观察，结果却看到武姬手里拿了把软剑，那剑薄而刃，与封官场使用的剑无异，所以我确认武姬就是无名。但我被武姬发现了，他武功在我之上。既然他武功在你之上，那为何他还是被你刺伤？武姬自己撞上来的，他故意让剑脱手，被我抢到，然后朝我剑撞了上来。你是说他是故意被刺伤？你说的可都是实话。你就这么想？我对你用心了。我说的句句属实，不怕公子用心。我有证据证明我是孤山派的人，给我解开，我生命给你看。我已身受重伤，
薛公子如果连这样的我都怕，那你不配江湖上的威名。证明。边细雨起浓，针指相逢终须松。手握刀锋，入怀中，破晓把夜色刺痛。好点了吗？哥，我没事。上官浅那边问出什么了吗？哥，你快告诉我，上官浅招了没？虽然昨夜的粥里他没有下毒，但我始终觉得他不可信。他告诉我，他不是吴风，更不是无名。哥，你就这么相信呢？上官浅身上有孤山派的胎记，此胎记乃孤山派血脉相承，他们的族谱上对此有明确的记录。孤山派虽已灭门了，但是留有相关的卷宗存放于宫门内。我已检阅核实过了。孤山派后人也有可能是吴风啊。这么些年，部落加入吴风的武林正派还少吗？确实，所以我要等吴忌起来之后，听听他的说辞。毕竟有这么多疑点，依旧没有解释。我不信任上官浅，更不信任武忌。他说的话，哥哥你也别信。石公子，公子，武吉夫人醒了。哥，我跟你去。不用，你先养好身子再说。无论是上官浅还是武忌，我都自有安排。进府带路。姨娘，你醒了。陆明要袭击的对象，其实是我，连累了你。你不在才是万幸。我一把年纪，去就去了，可你还肩负着宫门的未来。夫人，你别激动。
幸好昨天晚上的无名已经被抓住了，现在正在审问，也算是为夫人报仇了。抓住无名了？抓住了，是上官浅。听闻夫人醒来，特前来看望。有心吗？敢问夫人，昨夜的情形，可还记得？夫人刚醒，还没清醒。清醒不清醒，待夫说了算。姨娘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也想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。前些天从外面送回几张活皮，晚上我就想着让你挑一挑，给你做一声大肠。结果子瑜不在，刚才子瑜跟我说抓到上官浅了，真的没有想到他竟然是无名。他不是无名，他不是无名，你审问清楚了吗？他若不是无名，为何深夜潜入允宫，刺伤我姨娘？上官浅说，白日里听到了我们的谈论，所以想刺探一下雾姬夫人的虚实，看看她是不是无名。荒唐！这把可是雾姬夫人藏在腰带里的软剑。是。夫人可是被这把软剑所伤？我到了御宫，发现墙上的血迹，还没有来得及喊人，上官浅就到了。他不由分说就向我动手，我只能抽出软剑迎敌，我打不过他，他夺走软剑，刺伤了我的后背。但上官浅说，他不敌夫人，是夫人自己故意撞到了这把软剑之上。够了！上官浅人赃并获，你不怀疑就算了，还轻信一个在狱中垂死挣扎、胡言乱语之人，这可不是你宫圣爵该有的脑子。我爹爱说一句话：非蠢即坏。我不觉得你是蠢。当天白日里，我刚说完雾姬夫人可能是无名，雾姬夫人当晚就被无名刺杀了。这一切会不会太过巧合了？其实这把软剑反倒可以说明雾姬夫人不是无名。什么意思？岳长老的伤口又薄又窄，但这把剑剑刃的宽度明显超于岳长老伤口的宽度，所以这把剑不是杀害岳长老的武器。而且我想，无名应该没有理由在杀害岳长老的时候更换武器吧。你说的没错，只是你怎么知道岳长老的伤口有多窄？除非你对我们一直找不到的杀害岳长老的凶器非常熟悉。是我告诉他的。
刚才你们都不在的时候，我跟他就在讨论这个问题。是我告诉他，岳长老是被吴峰的破剑所杀。